大家好，我是王布利，这是一期纯粹的聊天视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近段时间在做视频这件事上有过的一些焦虑和思考，以及未来这一年打算做的事。那我全职从事数码评测这一行，加起来已经将近3年半了，在安抚科技做了3个月，在趣评测做了13个月，现在签公司做自己的账号2年，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从事过的时间最久的职业。2022年我一共更新了21个视频， B 站涨粉 1.5 万，小红书涨了2万，其他平台就没有计算了。我做数码博主的第1年 B 站涨了5万粉，是一个不算太好但也还不错的成绩。第2年只涨粉了 1.5 万，客观来说是不及格的。涨粉慢是我的第一个焦虑点，那第二个焦虑点是我没有明确的产品线。比如6分超超有一个初代系列的主线，晨报一专门做智能家居和神奇玩具开箱，很多数码博主的主线呢是跟着新品走做首发，我既不想做首发，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主线，那就只能是对什么感兴趣就做什么。有些热度高，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内容，我就错过热度了。比如小米 12S Ultra、 小米 Mix Fold 2，那现在想来还是蛮可惜的。那紧跟热度对于做自媒体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我在这方面敏锐度不够，这一点今年必须要改。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内容了，选题库有点枯竭，我对自己做的内容也不够满意。比如这个月发的 AirPods Pro 2的视频，我已经把想分享的点都分享了，但总觉得这个视频不够幽默，不够动感，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递信息的视频，并没有让用户看得爽。而林武老师的视频就是既能传递信息，又能让观众像看脱口秀视频一样爽，所以我今年要认真学习脱口秀写作技术。还有一个焦虑点是，平均每月2期的更新频率是不够健康的，3到4期会比较好，但我的写稿速度很难提升，而我对拍摄剪辑的兴趣程度没有对写稿高，我考虑是否应该把剪辑的工作交出去，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写稿，从而提高自己的产能。那焦虑的点就是这些，我在大概11月的时候花了挺多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思考影响还蛮大的，就是剪辑的问题。我有几期视频是交给我当时的室友帮我剪，因为那阵子比较忙，剪不过来。也有2期视频是交给我们公司的剪辑同事帮我剪的。10月21号发布的华米手表视频是我剪的，到了12月中旬，我拿到同事粗剪了的 AirPods Pro 2，自己开始精简时，将近2个月没剪视频，感觉手已经生了。那剪辑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没有很反感剪辑，只是有点不想做重复性的劳动，比如粗剪和加字幕。但实际上呢，这2个步骤也只占用我2-3个小时，并不算多。我还是挺喜欢在剪辑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想法，并且把它添加到视频里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深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深度参与剪辑部分，如果没有很强的剪辑能力，那我对于这一块的质量和需求是不能有效把控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精细的调整，靠感觉不靠技术的那种，很难把想要的点都跟剪辑同事说。更难的是，那些只有在剪辑过程中才会产生的灵感小火花，那些做完效果后的小小成就感都没有了。而且剪辑的沟通也是很麻烦，我自己剪是不需要跟谁沟通的，而别人剪，我需要在剪之前给一个详细的需求，审片后再给一遍修改需求，修改后可能还要再改一遍。这一通操作下来，我感觉对自己的消耗不比自己剪辑低。那除非说我降低剪辑质量，但我本身文稿也写得不算特别好，剪辑再差点，那怎么跟观众交代？所以我觉得还是得从头到尾都要尽心尽力的做。前2天听到一句话让我很是触动，竭尽全力才是最轻松的工作方式。回想有些我很满意，你们也很满意的视频，我在做的过程中是既煎熬焦虑又满足充实。实际上我写稿的时候，剪辑的时候，自己就已经爽到了。有一些视频我在做的过程中偷懒了，为了拍起来方便，砍掉了一些麻烦的分镜，剪辑上也少花了功夫。结果呢，就是那一瞬间的懒是偷到了，但之后是会后悔的，因为那是我的作品，放在网上随时被别人观看的作品。所以以后每一期视频我都要竭尽全力去做，不懂的技术就去现学，想要的效果都尽可能去实现。然后商单方面要尽可能接自己感兴趣的有特色的产品，把工作分给其他人干和多接商单赚钱，这不只是工作内容的选择，更是身份的选择。那一个人从头到尾做是手艺人，而只负责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都尽可能交出去，多接商单，赚取劳动差价，是管理者。那手艺人的优势是从头到尾的质量都有自己把控，可以一个人从头玩到尾。那做出来的作品呢，个人风格明显，观众可能也会更喜欢看。那劣势是赚的钱比管理者少，管理者的优势是赚的钱多，因为可以接的商单多。劣势是在内容创作上的成就感会少很多，更多的是团队管理和赚到更多钱带来的成就感。那我不是说不想赚大钱，只是在做内容这件事上，我更倾向于做一个手艺人。因为如果是组建小的工作室，提高产能，一个月写很多篇稿子，但后面的拍摄剪辑自己都不做，好玩的程度会大幅下降，视频创作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也会变慢。
我不舍得做这样的交换。努力赚更多钱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那如果需要牺牲工作中的快乐和成就感去交换更多的钱，那就不想换。至少在现在，我对创作的需要比对钱的需要高。那其实这一年的内容本身是做的不够好的，主要是更新频率太低，这个就是懒和工作能力不足导致的。我今年会努力改变。我的目标是每个月能出3到4期视频，可能有长有短，有深有浅，但数量本身就是质量和工作态度的体现，这很重要。也欢迎大家监督我，看我几天没更视频就来私信催催我。其次呢，是有一些视频有信息量有价值的部分还是太少了，比如 M2 MacBook Air 那期全程是打共鸣，并没有太多传递信息价值，这是我今年的内容要调整的地方。如果这一视频我重新做一遍，我应该会放入很多 Mac 的使用体验，而不只是 M2 MacBook Air 的使用体验。我可以借着这个主题的热度，让更多没有了解过 Mac 的人了解一下，那这是有价值的。还有就是不要把一个产品夸得太高，像 iPhone 14 Pro 这一期，如果多加入一些缺点，整体上的观感会平衡很多。虽然那段时间确实是对这个产品爱不释手，但我觉得还是要提醒自己注意。前面说的这些看起来我很糟糕的样子，更新频率低，涨粉慢，对自己的内容不满意。但我停下来回过头看看吧，就做这一行看似零门槛，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上传视频，但实际上门槛是隐性的，真的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好的，甚至是在一个领域很有建树的人跑来做内容都不一定能做好。所以我做了2年，全网有个可能20多万的真实粉丝，并且能稳定赚到点钱，其实已经不错了。不能只能跟做的最好的那些人比较，只会徒增焦虑。我是最近2年看了一些佛教相关的书，深深的意识到了人类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源于比较。那前段时间参加活动，和一个去年拿过百大今年没拿百大的 UP 主聊天，他就说自己很焦虑，他焦虑的是已经拿过百大，如果未来1年又1年拿不到百大该怎么办，以及他所在的分区其他的 UP 主涨粉速度太快，他是不是要考虑换内容方向。我就觉得你这么比，只有做到第一才能短暂心安吧，到时候又会焦虑，如果被别人超过了怎么办？那这个日子还过不过啊？有一个概念叫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大概就是说人生中很多事情的规则是有限游戏，那有限游戏的规则就是要争出输赢，并且有明确的停止时间。人们要做的就是在时间停止之前拿到好名次，比如体育竞技就是典型的有限游戏。还有一种是无限游戏，游戏的目的就是不断的探索和一直玩下去，没有停止时间。客观上来说，做内容是无限游戏。我埋头做内容，不断的跟随观众的反馈去改进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看我的内容，只要这个内容是我喜欢的，是能够给观众提供价值的，那我就一直做下去就好了。而且不管将来有多少人看我视频，我相比现在也只是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作的内容还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会随着增长被更多人认识，获取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极好的。但我没有必要把那些虚拟的荣誉作为目标。人的幸福感来源于每一个认真活着的当下，并不是说一年到头只有完成了目标才配幸福。就像是运动不只是为了好身体好身材，运动的过程就是享受。写稿也不只是为了拍出好视频，思考和写作的过程就很有收获。读书也不只是为了学到什么东西，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跑步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即使我的配速只有7分多，别人的配速能跑到4分多，但我7分多的配速跑个半个小时，我也是身心舒畅的。而且每个人都是从低配速一步一步的提升上去的，就这个进步的过程本身就让人充满希望。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公众视野里出现1年就爆火，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和该行业相关的积累。我印象很深的有2个人，一个是盖，大家都知道他只有专科学历，不知道的是他从小写作文都拿奖。一个是苏信和牛通，就文案写得贼好，起步就爆款，1年涨粉100万，第2年拿百大。我跟他聊天，他跟我说他小时候参加作文竞赛都是什么黄浦区前3名。那也有一些 UP 主在爆火之前默默的做了2-3年，直到某一天调整了一下方向，发现方向对了，开始快速涨粉。那你能说之前的2-3年是浪费的吗？如果没有那2-3年的能力积累，即使一开始运气好，选到了正确的方向，也不太可能一帆风顺的。所以我现在离他们还很远，其实挺正常的。再给我2-3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我也不会再去跟别人比较粉丝数、涨粉速度了。看到内容做得好的，我会想想看我能不能学到什么就可以了。当然我会跟自己比涨粉情况，现在 B 站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在自己的视频下面就能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涨粉情况。你看这种播放量4万多，涨粉100多，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说明内容做得不够好，亟待改进。那最后再聊聊我今年的计划吧，确切的来说应该叫尝试。数码这一块，高热度的新品一定第一时间做，比如春季会发布的小米13 Ultra，秋季的新 iPhone 什么的，
当然我说的不是郑文泽那种第一时间，我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早拿到机器，以及像他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产出优质内容，所以还是会比第一批晚几天。然后就是感兴趣的选题我就会考虑做，如果是非常感兴趣但不确定播放量怎么样的选题，就不考虑播放量了。认真做，即使播放量不高，但点赞和投币的比例也会反映观众的认可程度。那春节期间我会写台前调度视频的稿子，就跟之前做实况文本 iPhone 新锁屏那种，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深度分析一个新系统的功能。还有数码小观察横屏，就除了怒喵耳机，我还选了几个有小观察属性的数码产品，都挺好玩的。我今天还想尝试即兴的开箱体验，虽然可能效果会不好，但总要先试试。就一个新产品（括号手机除外），开箱的体验以及人临场的反应还是挺好玩的。比如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小米的智能香氛机，开箱和组装的过程就挺有意思，但我没拍。我想着如果当时拍了，我应该会考虑做它的体验视频的。我还会在做好数码主线的前提下，做一个和数码不太相关，但和个人成长相关的选题方向。比如说，如何做到早睡早起，连续1个月早睡早起，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每天冥想1个小时，1个月后会有什么收获？比如用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一个帅哥，诸如此类的生活实验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把这些事情做下去，记录下来我的过程和心得，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会拓宽我的人生。除此之外，今年要多花时间学习视频制作，动效、音效、分镜、转场、灯光、拍摄都要学，争取让大家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看到我视频的进步。要学脱口秀，要把视频变得更搞笑，让大家获得的开心更多。那我现在的拍摄是跟周导一起拍的，我很想今年把拍摄这块的能力也提升上去。如果1年后我能从头到尾完全一个人做，并且保证质量，那我想我可以开启我的旅居生活了。我要去大理、去万宁、去泰国、去日本、去新西兰什么的，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和旅游几天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概就是这些。那真要说目标的话呢，还是有2个，一个是 B 站20万粉丝，数码圈我觉得到了这个粉丝量，它就是一个能力的证明，就有点像高考考到985、211学校一样，证明了自己高中3年的学习能力。2是找我做商单的询单更多，这样我就可以挑到我更喜欢的产品来做商单，做起来也会更舒服，可以和优秀产品背后的制作人们深度交流，学到更多东西。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纯聊天视频会有多少人看，大家会想要再看到这样的聊天视频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当我有了新的思考，我都可以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建议，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或者是发私信给我。那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这1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们年后再见。